11月的假期，我和先生一起去了悉尼和新西兰南岛。今天的视频介绍我们在悉尼3天游玩的12个景点，品尝的5家美食，选择的酒店，最后还有经验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 Holl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第一天的行程，凌晨搭飞机从新加坡飞悉尼，下午去悉尼歌剧院和海港大桥，傍晚到月神公园看日落。我们搭乘0点45的飞机从新加坡出发，到酒店时是悉尼时间下午1点。酒店位于 George Street， 位置非常好，很多我们要去的景点都在步行10分钟的距离，出门2分钟就到有轨电车唐人街站。距悉尼歌剧院所在的环形码头仅5站。上车前在站台刷信用卡，下车后记得在站台再次刷卡。在悉尼，不仅是坐电车，坐地铁、坐船都是这样，非常方便。环形码头到了，好大的邮轮，感觉比海港大桥还高。我们先去悉尼歌剧院，沿着码头往右手边走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海港大桥，路上有很多鸟，远远的还以为是鸽子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海鸥，它们一点都不怕人。歌剧院到了，这座极具特色的建筑是20世纪建筑的杰作，澳大利亚的象征。想要参观歌剧院内部，需要提前在官网订票。环形码头非常繁忙，邮轮、渡轮、帆船往来穿梭。我们现在要到海港大桥上看看，从歌剧院走大概10多分钟，爬一段楼梯，再上电梯就到了。桥上有铁道、机动车道、人行道和脚踏车道，在桥上步行非常推荐，可以俯瞰整个歌剧院和环形码头。从桥的另一端下来，就到了歌剧院对面。这片草地上面的小路上开满了兰花楹，微风吹过，香味扑鼻。常年生活在夏天的我们，能看到春天的花，非常兴奋。沿着这条正对歌剧院的小路，可以一直走到海边。往右边走就是月神公园。这个季节，悉尼的日落时间大概在7点半，能看到柔美的晚霞与刚建的大桥同框，真是不虚此行。月神公园门口就是渡轮站点，我们乘船回到歌剧院那边。晚餐选了一家德国餐馆，灯光很棒，女招待的粉色格子裙很漂亮，驻唱更是把氛围拉满。匈牙利牛肉汤以炖得很软的牛肉、土豆为主料，加入胡椒、酸奶油等调料，搭配黑麦面包，味道非常棒。德国脆皮猪脚，外皮非常酥脆，肉一点都不干，很嫩，我们给满分。这家餐馆价格适中，一共69澳元。第二天的行程，海德公园、澳新军团战争纪念馆、圣母主教座堂、新南威尔士美术馆、
悉尼皇家植物园。早上我和先生都起迟了，出门时已近中午。楼下有一家日本餐馆，看起来不错。先来一份沙拉补充蔬菜。我点了牛肉冻饭，先生点了猪骨汤拉面，色香味都没让我们失望，价格实惠，一共40澳元。吃完午餐，步行700米就到海德公园。澳新军团战争纪念馆在海德公园南端，1934年建成，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澳大利亚将士。从纪念馆出来，继续在公园散步。海德公园很大，分南北2部分，到处是绿地、鲜花，还有雕像。人们在这里休息、聊天、遛狗、看书、发呆，身边随处可见悠闲漫步的鸟儿，是一个令人完全放松的地方。圣母主教座堂在海德公园旁边，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教堂，哥特式建筑。教堂前的广场花坛里有各种颜色的花。教堂内部装饰精美，墙上有很多画作，彩绘玻璃窗非常亮眼。圣母主教座堂距新南威尔士美术馆只有600米，途中经过一个小花园。新南威尔士美术馆是悉尼最重要的美术馆，馆藏丰富，陈列着澳大利亚从殖民时期到现代的优秀作品，亚洲、欧洲的艺术品。美术馆很大，好看的作品太多了。还可以看到梵高、毕加索、莫奈的画作。不想走马观花的朋友，一定要多预留一些时间。这里有咖啡馆，逛累了可以休息一下，喝杯咖啡。从美术馆出来，走2分钟就到皇家植物园。皇家植物园建于1816年，占地30公顷，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植物园，有4万多种植物。1年4季不同花卉盛开，不仅适合游客观光，也是当地人运动、休闲、娱乐的地方。植物园是欣赏歌剧院和海港大桥的又一个好地方，尤其是在麦考利夫人的椅子，视野良好，是拍摄的绝佳地点。
鸟儿与海港大桥和歌剧院同框，别有意趣。母马与小马的同向栩栩如生。池塘边，鸟儿看着雨滴落入水中的涟漪发呆。由于下雨，没有拍到植物园最美的样子，但我仍然很喜欢它的日常感和松弛感。从植物园出来已是晚餐时间，有一家墨西哥餐馆评分很高，我们决定去试一试。坐电车到维多利亚女王大厦，顺便欣赏一下它的夜景。餐馆在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，由于没有提前定位，服务员只找到一张很小的桌子给我们。我们点了传统食物墨西哥卷饼，一个猪肉的和一个鲜虾的，食材新鲜，调味都是我们喜欢的。还点了一条烤鱼，鱼身上涂满了各种香料，风味独特。最喜欢的是烤土豆，带皮的小土豆搭配秘制酱料，超级推荐。这家餐馆价位偏高，这一餐127澳元。第3天早上去悉尼市政厅、维多利亚女王大厦，然后是兰花楹之旅，接着乘船去塔隆加动物园，傍晚去看夕阳下的歌剧院。我们的宾馆距悉尼市政厅仅700米，早上慢悠悠地走过去，天气很好。我们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期待。悉尼市政厅建于1869年，是悉尼历史最悠久的建筑之一。顶部高大的时钟经受住了140年的考验，仍然每天为悉尼人报时。维多利亚女王大厦在市政厅的旁边，是典型的19世纪罗马建筑风格，曾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商场。现在去看兰花楹，从市政厅坐地铁到缪森站。我们先去吃早午餐。先生点了烤芝士三明治，面包外皮酥脆，芝士浓郁。我点了培根煎蛋汉堡，培根香而不柴，煎蛋火候刚好，再配上牛油果，非常好吃。从早餐店步行5分钟就到 MacDougall Street， 每到花季，本地人和游客都会到这条童话大道打卡拍照。路旁是缪森公园，绿地上充满孩子的笑声。公园尽头是一片海，真正的海天一色。沿着 MacDougall Street 往前走，来到克林蒂亚保护区。住在这里的人太幸福了，不仅可以欣赏海景，还能每天闻着兰花楹的香味入睡。凯尔贝拉 Street 的兰花楹也很多，这棵树好大，地上车上全是落花，鸟儿也被香味吸引来了。基里比利街尽头是 Lady Gory 观景点，
可以坐在椅子上一边休息一边欣赏美景，非常惬意。沿着基里比利街往西走，就回到我们第一天到的海港大桥下面。今天的桥下多了一道浪漫的风景。乘船回到环形码头，到4号码头搭渡轮去塔隆加动物园。即使不想去动物园，这趟渡轮也一定要体验一次，可以非常近距离的从不同角度欣赏歌剧院。下了渡轮，换238号巴士到动物园。这里是我们在悉尼3天唯一收费的景点，门票2个人67.6澳元。动物园不小，大概需要2到3小时。下午5点关门，一定要早点来，不然会错过表演。我们3点40才进园，没逛完就关门了。返回环形码头后，我们去吃晚餐。先生点的羊排非常软嫩，我点的猪排有焦香味，非常好吃。这家餐馆室外环境很舒服，性价比高，这一餐68澳元。晚餐后，我们走去环形码头，夕阳的余晖给歌剧院镀上了一层金色，如梦似幻。10多分钟后，金色就不见了，我们来得刚刚好。傍晚的环形码头真美呀，让人流连忘返。最后分享悉尼旅游经验：第一，千万不要搭机场的出租车，强调一遍，是机场的出租车，价钱贵2倍。我们从机场乘出租车到酒店100多澳元。从酒店到机场，请工作人员帮忙叫出租车，只需40多澳元。第二，出行前不需要换现金，我们在悉尼1分钱现金没用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订阅。咱们下期新西兰见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